从深山到深海，贵州也想要出海，或者说重新找回出海口。目前贵州最近的出海通道是从望漠港到西江入海口，总计1333公里。今年2月底，贵州省委书记到黔西南的望漠港调研。而在更早的新闻报道中，望漠港拟于2025年开工建设，计划联动已经开工的广西平陆运河，成为西南水运出海大通道。那么，贵州为什么对出海如此渴望？2023年10月，我在黔东南的一座高架铁路桥上看到了至今记忆犹新的16个字：坚决告别千年贫困，精彩接续乡村振兴。而在更久以前，贵州有一句俗语：天无3日晴，地无3里平，人无3分银。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比高达 92.5%， 道路永远都在盘绕着山岭，极度蜿蜒曲折。这意味着陆路交通的建设成本和运输成本都非常高昂，但交通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贵州一直在努力改善交通条件。逢山开洞，逢河架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桥梁世界第一。因为全球前100座高桥近一半都在贵州，前10座高桥4座在贵州。目前在建的花江峡谷大桥，垂直高度625米，建成后将是新的世界第一高桥。一方面，贵州的桥梁举世瞩目，体现了改善交通条件的强烈渴望和决心。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能修路，没人会架桥。我在不同场景听过无数次高昂的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但当我真正身处贵州乌蒙山区时，才对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有了更实际的感知。2023年4月，我在毕节找到了穿山越河的鸭池河大桥，它的垂直高度达到434米，是目前世界第5大高桥。我每次来贵州，看到一座一座这样的超级工程的桥梁呢，就一方面会感叹这是我们呢实力的体现呢，因为要完成这么多的超级工程呢，并不是谁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在感慨，就是如果说有足够多的平原呢，如果说贵州这边山区不是那样的崎岖不平的话，其实也不需要造这么多的桥梁呢。施工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鸭池河大桥地处乌蒙山区，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年平均天数达到208天，施工难度非常大。而我在拍摄当天遇见了人生中最大颗粒的冰雹。刚刚说完呢，在贵州这边天气比较多变，然后就刚才2个小时经历了晴天、雨天呢、雷电呢、雨、阴天之后，然后现在竟然下起了冰雹，这么大一颗的冰雹，天啊，这么大一颗的冰雹！好疼啊！砸到身上这个冰雹，这么大的一颗冰雹粒。贵州的山林阻隔了交通，但同时带来了大量的砂石资源。据中国自然资源报报道，论砂石矿山数量，贵州高居全国第一。但说到砂石矿权的出让价格，贵州却是全国倒数第一。2022年的成交价每吨不足1元。而浙江矿山的价格是 15.5 元1吨，两者价格相差巨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贵州砂石的运输成本实在太高。但另一方面，砂石又是贵州重要的经济资源。2019年，贵州省砂石协会发出黔石出山的倡议，而在贵州日报旗下天眼新闻的报道中，黔石出山是实现贵州经济后发赶超、振兴本地经济的重大战略。于是，为了大幅降低砂石等货物的运输成本，贵州才迫切想要复航西江水运通道。
之所以说复航，是因为西江本就是贵州重要的货物出省通道。历史上，全长2214公里的西江连接滇黔贵粤，在贵州还是夜郎国，广东还是南越国的时期，广东的海盐和贵州的马匹就是依靠西江互通有无。到了近代，西江更是西南煤炭运输的大通道，将贵州煤炭运送到两广。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天生桥、龙滩、盐滩等11座大型水利枢纽的建设斩断西江。不过，每座水利枢纽都配备建设了货船通航设施，现在只差龙滩水利枢纽的配套设施尚未完成。等到顺利竣工后，西江的贵州段就可以实现复航，并且龙滩水利枢纽的通航设施标准可供1000吨级货船通行，其他已经建成250吨或500吨级通航设施的水利枢纽也将提升到1000吨级。至于作为贵州货物出海源头的望漠港，目标是成为珠江上游第一大港和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港。当然，前提是从这里出发的货船需要经过9道枢纽的通航设施方能抵达广东出海，而在通行旺季，货船每过一道闸都是需要排队的，有时甚至需要好几天。此外，还有一种选择是等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桂平转玉江连通平陆运河，在广西钦州出海，这样不仅能缩短出海距离，还可以少经过一道常州水利枢纽。2022年，我在经过钦州陆务镇时，看到平陆运河正处在开工阶段。您已进入平陆运河建设区域，一个非常新的牌子。而根据最新的官方说法，主体工程将在2026年底全部完成，届时总长度134公里的平陆运河将可以通航5000吨级别的巨型货轮。我清晰记得当时询问陆务镇上一位大叔对平陆运河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跟他没关系，但或许跟子孙有关系。那么广西的运河出海梦和贵州的西江复航梦未来的走向究竟如何？我会保持期待并持续关注，因为这些都是正在发生且可能对无数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工程。在此前的数十年，西江之上所建造的水利枢纽诞生了许多个人造湖泊和数十万水库移民。比如贵州兴义市和百色龙陵县之间的万峰湖，现在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碧波万顷，游船大样，并且已经连续举办18届野钓大赛，被称为中国野钓者的天堂。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水库，由上世纪90年代相继开工建造的天生桥1级水电站和2级水电站截断南盘江而成。如今冒出的岛屿原本是山丘的顶部，而此前的房屋则被淹没在水底。数据显示，万峰湖的形成淹没了4539公顷土地，涉及水库移民4.43万人。bắt cái sông lên mà nâu à, mà nâu nó ao thấy chỗ chào mà lá mà còn lý khí của nó, cái tụ ban này lá mà, chứ đây nó cứ ao đó mà này mà tôi chơi thì nghe ngã là, mà đi thẳng ra, cái đây là học cũng sang, bây giờ là chết, nó tôi cho cả tên đấy. À, bây tôi có cái này nó dụ hết, đây đây, đây lực có lần này nè, hao có sạp nên tê lọt trên mà cứ hỏi người tăng.那这个石窟里面哥可以养鱼呢？不养，不哥养鱼啊？哥是以前哥，现在不哥哥。你现在养鱼嘛，钓鱼泵嘛。钓鱼啊？钓鱼泵，放泵子，在边边钓多了，人过来的多。现在人少啲的人。少啲个。人那就少了。
我看那以前要是人多的话，这里还可以，感觉那个饭店什么东西就可以收入多个。现在摆人了。94年就开始盖房子的了嘛。94年开始。以前呢水在，我们在地上，房子在水底人都全部在水底的了嘛。反正就是现在这个水库底下，其实还有好多房子在底下淹掉的，嘎。全部淹了嘛。糖厂以前糖厂我们下面人有糖厂熬糖那些，熬培糖那些都是在下面的人了嘛，有个工厂了嘛。有个工厂啊，那个工厂是做哪样东西呢？做糖。甘蔗。甘蔗糖的。甘蔗糖、红糖、搞红糖、搞白糖、碾成白糖。反正那个厂也淹掉了，嘎。淹了嘛。万峰湖的确是特别漂亮，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蓝天白云，然后碧波万顷的。但是其实这样的美景呢，甚至这样的很好的储水设施、发电设施，当年在90年代，根据资料是说有4万多人呢，成了水库移民的搬迁。也就是说，很多人的家祖宅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说在水底。就是从那个水库搬上来20年了。20年了。之前家现在在水下面了。这样子，全部都搬到这里来了。搬到这里了，这里说是挖包的了，就给我问新房子底下了吗？那好啊，换了3层楼啊。3层的。本来的改鸡毛的，以前的修鸡毛，我那找不得这地皮的了，我又不去。他的说，第2岁的有改做这里嘛。这样。改起这里嘛。第三岁的有改鸡毛。现在看了有非常多，1、2、3，都是3层楼的石砖房，还有一些是刚刚推掉的，说是准备建，应该是政府帮助这边的人呢新盖的房子。此外，在西江逆流而上贵州篇的结尾，我还想讲述一些我在西江两岸看到的事物。在罗甸县洪水河镇，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上栈道，总长度达3.7公里，远远望去，那是一只美丽的蝴蝶。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欣赏它的游客非常稀少。还有镇上那座位于山顶的学校，和小镇一样安安静静。在望漠县浙乡镇，有村民在为中秋节准备手工月饼，炒的时候感觉好香的样子。就是啊，要香要熟。是。现在主人也少，过度的这量很少。很少啊。
以前多一点吗？以前多一点，现在少一点。那现在怎么少一些了？少一些，他们都是往城市里面搬了嘛。啊，就人就少了是吧？人就少了嘛。是，你看我说的是这个。然后自己到万墨汽车站之后，你可以直接去广东方向、浙江方向、南宁方向、贵阳方向。有村庄受益于转移支付，建起了漂亮的美丽乡村设施。它是全部重新新建过一次，也是红色美丽乡村的一个试点，非常的漂亮。车场那里好像是一个公园还是一个什么的项目，大概造价是122万，这里是25万。这又是一个335万的项目，然后那边122万，那边又有一个20多万。就我们这一会儿是短时间内看到的，加起来就是500万。在新义市南盘江镇，我看到村民在手工制作布依族特色的衣服和鞋子。圆圆的呢？啊，圆圆的这个是肩膀，啊，这个是衣袖。啊，这个是衣袖的。啊，漂亮嘛，这个。漂亮。啊，真正绣的好呢，你呢？好哦。啊。你不好，老了吗？没有。啊，你这个绣的是一般是那个什么时候穿啊？平常都穿呢？平常都穿嘛，就吃啊那些就穿嘛。可是那个有什么结婚什么重大节日？结婚这个就是结婚的了嘛。啊。关于这个江边小镇，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一则水上校园直通车的新闻。大意是说，南盘江镇有3个村的孩子到镇上读小学的陆路距离非常远，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乘船走万峰湖水路，但是船费高且危险系数大，于是当地相关部门开通了免费的水上校园直通车，由民警随船护送孩子们上学回家。我很喜欢这则温暖的新闻。西江的贵州段几乎全程都是与广西之间的界河，所以在南盘江和北盘江交汇处的这乡镇，就可以乘坐专门的轮渡，连人带汽车去到对岸的广西。应该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两夫妻，他们可能就是相当于是那种传统的摆渡人，只不过以前呢用的摆渡的可能是小木船，但是现在用的是这种大型的轮渡，花了100块钱呢，从贵州的万墨县的境内，现在到了广西的乐业县的境内。如果说不是因为这100块钱的话，我就要绕4个多小时，应该加起来有200-300公里路，那个的成本绝对比这个要高得更加非常的多。从这里开始就是西江最上游的南盘江，我决定继续逆流而上，穿过崇山峻岭去寻找西江的源头，一路上看看这条我追逐了3年之久的江河在云南又是什么样子。下一集西江逆流而上云南篇，也是这个系列的最终篇，再见。